第一课：英雄之旅。你听说过一战期间加入军队的那位军医吗？我没有。是什么促使他加入陆军医疗队？他强烈的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真是令人钦佩。医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没错，他入伍后不久就抵达了法国。对他来说，这肯定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他都遇到了些什么？他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现实，这些现实往往令人震惊。我只能想象他在前线遇到的挑战。是的，他救治了无数士兵，给他们带来了关爱和希望。在如此危险的环境下工作需要极大的勇气。没错，在那段艰难时期，他的奉献精神拯救了许多生命。他入伍前接受过什么特殊训练吗？他已经完成了医学学业，这让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一定是非常宝贵的知识。确实如此，他学会了在压力下保持冷静。这是医学上的一项基本技能，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他的经历也让他明白了同理心的重要性。是的，了解患者的情绪可以极大的帮助康复。战后，他继续从事医疗工作，帮助他人。他的经历证明了人类精神的韧性。确实如此，看到一个人能够做出如此大的贡献，真是令人鼓舞。我认为像他这样的故事值得被讲述和铭记。没错，他们提醒我们，人们为了和平做出了牺牲。他们凸显了危机时刻同情心的力量。让我们通过分享他们的故事来向那些服役人员致敬。第二课：完善演示文稿。你好，我注意到你一直在准备演示文稿。是的，我投入了不少精力。你呢？我也在做我的部分。你主要关注哪个主题？我正在撰写市场分析报告，内容相当详尽，但非常精彩。听起来很有意思，我迫不及待的想看看你收集到的数据。谢谢，我相信这会为我们的观众提供宝贵的见解。当然，清晰的数据能够有效的支持我们的论点。请问您的研究主题是什么？我主要关注我们提出的策略，我想把它们清晰的呈现出来。这一点至关重要，战略应该切实可行且易于理解。我同意，我也在努力让我的幻灯片在视觉上更具吸引力。视觉辅助确实能增强理解力。你使用了什么具体的工具吗？我采用了图表和简洁要点相结合的方式。这真是个好方法，它能持续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是的，我不想用太多文字
让他们感到不知所措。没错，信息和视觉效果之间的平衡至关重要。你练习过你的部分了吗？还没有，但我计划今天晚些时候进行一次演练。我建议对着镜子练习，这有助于增强自信。真是个好建议，我一定要试试。你们之后想一起练习吗？非常感谢，收到反馈真的很有帮助。当然，集思广益总比单打独斗好，尤其是在做演示的时候。是的，知道有人支持我，我会更有信心。我也有同感，让我们互相帮助，共同闪耀。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能做出让所有人惊艳的演示文稿。是的，我很期待看到最终的效果。第3课，掌握笔记技巧。我必须承认，我不知道如何有效的记笔记。你并不孤单，很多学生都面临这个问题。我担心，如果我向老师寻求帮助，他们可能会对我不好。这是学生普遍的担忧，但大多数老师都乐于接受提问。没错，我记得娜塔莉在演讲时滔滔不绝。是的，演讲很长，你有没有做笔记？我试过了，但结果却被所有信息搞糊涂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重要的是要关注关键点。当有人语速很快时，如何才能抓住重点？我通常会留意反复出现的观点或短语，它们往往意义重大。这真是个好策略。那如果老师讲课跑题了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记下任何看起来有趣的东西。这对于未来的讨论或许会有帮助。没错，它甚至可能激发新的想法或问题。如果我写作时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怎么办？课后你可以随时提问。这很有道理。我不应该害怕表达自己的想法。当然，参与可以提升你的学习体验。我会在课堂上更加积极主动。好主意，你很快就会建立起自信。而且我还可以从别人那里学习更好的笔记技巧。没错，分享技巧可以帮助每个人进步。谢谢你的鼓励，我现在更有动力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让我们一起征服课堂吧。我们将一起成为记笔记高手。第4课，旅行的乐趣。真不敢相信，我们终于要登机了。是不是很刺激？我们的冒险之旅即将开始。是的，我相信您的家人会很高兴听到我们的故事。
他们一定会欣喜若狂。他们最喜欢听我讲旅行见闻了。你认为他们会对什么最感兴趣？我相信他们会对我们目的地的美食和文化感到好奇。美食永远是大家最喜欢的话题。你以前尝过当地特色菜吗？我去过，味道很棒。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的风味。听起来太棒了，我迫不及待的想品尝新的美食。你一定会喜欢的。尝试新食物是旅行中最棒的部分之一。我一定会多拍些照片和大家分享。真是个好主意。照片里记录的回忆是无价的。我已经能想象到我们回去后大家的反应了。没错，他们肯定想知道我们冒险经历的每一个细节。你觉得他们会嫉妒我们的经历吗？或许有一点点吧，但我相信他们也会为我们感到高兴。没错，分享快乐同样能带来满足感。我同意，而且这或许还能激发他们去更多地方旅行。那真是太棒了，旅行能开启无限可能。而且它还能加强家庭纽带，不是吗？当然，一起探索能创造难忘的回忆。说到回忆，我们到达后，你打算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想去参观那个著名的市场，尝尝那里的街头小吃。听起来太棒了，我已经能想象到那热闹的氛围了。是的，让我们珍惜每一刻。当然，冒险在等着我，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共同创造值得在未来多年分享的故事。第5课：民主的本质。我最近一直在思考民主的问题。这的确是个引人入胜的话题。你主要考虑哪些方面呢？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即使是伟大的美国，能够声称其民主实践是完美的。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说法。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民主制度需要公民持续的警惕和参与。当然，仅仅投票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了解情况并积极参与。正是如此，健康的民主制度依赖于公民的积极参与。你认为当今民主国家面临哪些挑战？虚假信息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会扭曲公众认知。没错，在形成观点之前，核实信息至关重要。另一个挑战是选民的冷漠，许多人觉得自己的声音无关紧要。真是太遗憾了，每一票的确都可能产生影响。没错，鼓励公民参与对于一个繁荣的民主制度至关重要。个人可以做些什么来促进这种参与？他们可以先参与社区讨论，参加当地会议。
这真是个好主意。草根运动可以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分享有关权利和责任的知识至关重要。教育在增强公民能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没错，人们掌握的信息越多，就能做出越好的决定。你认为民主制度中最重要的权利是什么？我认为言论自由至关重要，它允许存在不同的观点。我同意，它营造了一种有利于对话的环境。如果没有对话，我们如何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没错，我们需要互相倾听，才能找到解决办法。让我们鼓励朋友们也参与到这些讨论中来。是的，我们携手就能巩固民主的根基。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意识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第6课：寻宝之旅。瞧瞧这些有趣的东西，我相信我们能在这里找到一些宝物。我同意，彼此分享我们的发现一定会令人兴奋。你希望找到哪种类型的宝藏？我特别喜欢古董珠宝，它们承载着许多美丽的故事。复古珠宝真是美极了，我希望能找到一些独一无二的古董。听起来很有意思，你对哪类文物感兴趣？或许是一些古币或历史文献，它们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没错，每件物品都有它自己的故事。你心中有没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我非常着迷于维多利亚时代，他们的工艺水平令人叹为观止。我明白了，他们作品的细节处理确实非常精美。你参加过拍卖会吗？看着那些珍贵的物品被竞价，真是令人兴奋。我还没体验过，但听起来很刺激，我很想体验一下。场面相当激烈，随着竞价不断攀升，空气中都弥漫着兴奋的气氛。我简直不敢想象，你们是如何为这类活动做准备的？研究至关重要，了解物品的价值有助于做出明智的竞价。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做好准备至关重要。说到准备工作，我们是不是应该来这家店看看需要哪些东西？是的，让我们探索每一个角落吧。谁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刚刚发现一张很有意思的老地图，我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地图非常有价值，它们常常揭示不为人知的历史。没错，我要看看它有没有什么独特的标记或者背后的故事。我会去找找老式明信片，它们真的很有魅力。听起来真不错，我们一会儿再在这里碰面吧。是的，我期待与大家分享我们的珍藏和故事。我们一起努力，或许能发现这家店的隐藏宝藏。第7课：自信谈判。
我认为在谈判中，既要自信又要讲究策略，这一点至关重要。当然，自信能显著影响别人对你的看法。是的，您建议我们如何表达要求公平补偿的愿望？我认为事先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非常重要。这很有道理，了解我们岗位的市场价值至关重要。没错，它为我们的诉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应该如何与经理进行谈话？我建议先对公司给予积极评价。这是个好主意，他为讨论定下了建设性的基调。是的，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谈谈我们的价值和贡献了。强调我们的成就将增强我们的论点。没错，这说明我们值得这项投资。如果经理显得犹豫不决或有防御心理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倾听他们的诉求。我认为积极倾听有助于建立融洽的关系。的确如此，这表明我们重视他们的观点。我们如何才能在不显得咄咄逼人的情况下，表达我们对公平补偿的诉求？我们可以将其表述为对双方都有利的互惠互利。这招真高明，他把我们的请求包装成一种合作关系。是的，我们都在为公司的成功而努力。我觉得我已经为这次谈话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自信加上技巧会非常有效。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能成功完成这次谈判。当然，让我们努力争取一个公平的结果，以体现我们的价值。祝愿谈判顺利，获得公平的赔偿。第8课，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我最近读到，20世纪20年代的医疗实践更多地反映了医生们对女性在社会中地位的文化假设。这真令人感兴趣。这些假设是如何影响女性医疗保健的呢？许多医生认为女性身体过于娇嫩，不适合接受某些治疗。听起来限制挺大的，这是否影响了她们获得医疗保健服务？没错，很多女性在寻求治疗时都没有得到重视。这令人深感担忧。那10年间是否发生过任何显著变化？是的，20世纪20年代标志着女性权利转变的开始。我听说当时妇女参政权运动获得了显著发展势头。没错，女性为争取投票权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这使她们获得了力量。这种赋权是否也延伸到了医疗领域？虽然开始出现这种变化，但过程很缓慢。不过，进入医学院的女性人数确实有所增加。这真是令人鼓舞。随着这一进展，社会观念是否也发生了改变？逐渐的，的确如此。摩登女郎运动挑战了传统的女性规范。摩登女郎们真是大胆无畏，她们代表着一个自由的新时代。的确如此，
它们象征着对过时社会期望的摒弃。真是太有趣了！了解这些变化对医疗保健的影响至关重要。没错，女性开始为自身的健康和权利发声。这在当时一定极大地鼓舞了许多女性。确实如此，她们开始要求得到更好的待遇和尊重。你认为，尽管取得了这些进步，她们仍然面临哪些挑战？许多女性在医疗行业中仍然会遇到偏见。真令人沮丧。即使取得了进展，改变也往往需要时间。是的，但20世纪20年代奠定的基础对后代至关重要。我同意。看到女性自那时以来取得的成就，真是令人鼓舞。让我们继续了解这些历史变革及其影响。没错，了解过去有助于我们珍惜现在。我们可以共同分享这些故事，并激励他人。第9课：培养领导技能。我最近一直在思考我的职业发展，我正在考虑去上一些领导力方面的课程。听起来真是个绝妙的主意。领导能力在任何领域都至关重要。我相信是这样。我想提升自己激励和鼓舞他人的能力。这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你有没有研究过具体的课程？是的，我找到了一些看起来很有希望的在线课程。在线课程非常灵活，它们涵盖哪些主题？他们专注于沟通、团队动力和冲突解决。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技能。了解团队动态能够显著提升协作效率。没错，我也打算加入一些专业人脉，拓展团体。建立人脉是结识志同道合者的绝佳方式。我同意，它能开启通往新机遇和新见解的大门。你是否已经确定要加入哪些具体的团体？我正在考虑加入一个领导力组织的本地分会。听起来很棒，与专业人士交流可以提供宝贵的视角。是的，我希望能够从他们的经历中学习，并分享我自己的经历。分享经验能促进所有参与者的成长。确实如此，而且它还能带来潜在的指导机会。导师指导非常有益，向有经验的人学习是无价之宝。我对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感到兴奋。你应该这样做，投资提升自身技能永远不会错。谢谢，我希望在此过程中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你会的，你的热情会吸引其他人。感谢你的鼓励，这激励我采取行动。记住，每一步进步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我会牢记在心，让我们在各自的旅程中互相支持。
当然，齐心协力，我们一定能实现目标，蓬勃发展。祝愿我们在领导力和人脉拓展方面未来取得成功。第10课，理解视角。今天最让我们感到震撼的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共同经历。我完全同意，共同的经历能够跨越文化差异，将我们团结在一起。例如，欧洲人探索新大陆的故事就很有启发性。是的，那是一个充满冒险和重大后果的时代。没错，许多人寻求发展机会，而另一些人则面临流离失所。认识到这种二元性很重要，探索也可能存在阴暗面。当然，从多个角度看待历史至关重要。您认为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不同的观点？接触不同的叙事方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没错，纪录片和书籍都能提供宝贵的见解。我也认为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进行讨论至关重要。这是一个绝妙的建议。个人故事往往能给人以启发。他们往往揭示出统计数据无法捕捉的情感和经历。没错，它加深了我们对历史事件的理解。那么，科技对我们今天的观念产生了哪些影响？科技无疑改变了我们分享和接收信息的方式。这让人们更容易与世界各地的人联系，不是吗？没错，社交媒体让我们能够实时见证各种事件。然而，这也可能导致错误信息的传播，这令人担忧。没错，我们必须对所接收的信息保持批判性思维。在当今世界，平衡观点和事实至关重要。的确如此，我们如何构建叙事方式会影响公众的理解。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努力理解不同的观点。没错，同理心能够带来更具同情心的社会。我们携手可以营造理解和尊重的文化氛围。当然，让我们继续探讨这些重要议题。让我们一起拓展视野，互相学习。第11课，掌握公开演讲技巧。我认为，在当今世界，公众演讲能力至关重要。当然，练习是成为自信演讲者的关键。是的，我建议先从小组开始，循序渐进。真是个好主意。观众人数少一些会让人感觉不那么紧张。没错，对于刚开始公开演讲的人，你有什么建议？我建议你对学习内容有所了解，这有助于减轻焦虑。确实如此，熟悉感可以增强自信心。此外，在朋友面前练习也能获得宝贵的反馈。没错，建设性批评对于进步至关重要。
朋友可以帮助你感到更自在。那么肢体语言呢？它在演讲中有多重要？肢体语言至关重要，它能传递自信，吸引观众。我同意，保持眼神交流非常重要。它有助于在演讲者和听众之间建立联系。你用什么方法来缓解紧张情绪？我深吸一口气，想象着一场成功的演讲。可是话听起来很厉害，我一定要试试这个方法。记住这一点也很有帮助，观众希望你成功。真是令人欣慰，他们是来向我们学习的。没错，他们不是来评判我们的，他们对我们的信息感兴趣。你是否曾遇到过难缠的观众？是的，有一次，一群人特别躁动不安，但我调整了我的方法。你是怎么做到的？我通过提问来激发他们的兴趣。这真是个巧妙的策略，互动可以保持观众的参与度。没错，这让所有参与者的体验都更加丰富多彩。我现在更有动力练习我的公开演讲技巧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我们一起努力，就能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是的，让我们坚持定期练习，互相支持。第12课，新的开始。真不敢相信我又要谈论这个话题了，这太棒了！真是太好了，你现在有了一个宽敞的新家，感觉怎么样？感觉太棒了，这里有好多空间可以尽情享受。我能想象，你打算怎么利用这么大的空间呢？我打算在窗边布置一个舒适的阅读角。听起来真不错，真是个放松身心、享受阅读时光的好地方。是的，我想为朋友和家人打造一个游戏室。游戏室会是一个很棒的设施。你们打算玩些什么游戏呢？我计划添置棋盘游戏、电子游戏和台球桌。你将成为年度最佳主人，每个人都想来拜访。我希望如此。我想把它打造成一个温馨的聚会场所。真是个好主意，充满欢声笑语的家总是格外温馨。没错，我也想用一些个人元素来装饰每个房间。个性化布置你的空间，会让它真正有家的感觉。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客厅的装修主题。主题听起来很有意思，你有什么想法？我正在考虑以复古旅行为主题，用地图和纪念品来装饰。听起来很有意思，肯定会引发有趣的对话。但愿如此，我喜欢听别人讲述他们去过的地方的故事。在新家，你一定会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我当然希望如此。我对人生中的这个新篇章充满期待。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真为你感到高兴。谢谢，非常感谢您在我安顿下来期间给予的支持。随时都可以，我们尽快安排一次乔迁派对吧。没错，那将是庆祝和展示新居的好方法。算我一个，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你的愿景变成现实。我们将共同创造一个充满欢乐和回忆的空间。第13课，一起做饭。我觉得晚餐的食材都准备好了，但是等等，我忘了买牛奶。几乎所有东西，这真是个常见的错误，不是吗？确实如此，我总是会忘记带一件必需品。没问题，下次去商店的时候就可以买了。是的，但我今晚真的很想做那款奶油意面酱。我明白了，奶油酱汁确实需要牛奶。或许我可以用别的东西代替。你有奶油或酸奶吗？它们可以作为替代品。我手头正好有一些酸奶，加到酱汁里，味道会好吗？或许能增添一丝清爽的酸味，我们不妨试试。听起来很有冒险精神。我喜欢在厨房里做各种尝试。我也是，烹饪往往需要创造力和创造力。没错，有时候错误反而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你有没有过不小心做出来却意外美味的菜肴的经历？是的，有一次我把剩菜混在一起，结果做出了一道非常棒的炒菜。那真是个绝妙的例子，这些美丽的意外才是最棒的。下次再忘记放某种食材的时候，我一定记得。我还要提醒大家，创造力可以力挽狂澜。酱汁里加了酸奶，我现在感觉乐观多了。别忘了边做边尝，这至关重要。没错，品尝是成就任何菜肴的秘诀。即使没有牛奶，也祝您晚餐成功。好啊，让我们一起创造美味佳肴吧。